第126章心理医生。沙伦接过那只装在玻璃试管内的镇静剂，看了眼里面貌似纯净的液体，轻轻颔首道：“好的，果然是个不废话的人。”克莱恩微笑再道：“沙伦小姐，你能把你们预定的几个战斗地点告诉我吗？我希望能在这几天提前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这样一来，不管你们最终选择哪里，我的准备都会更加充分。而由于挑选最后战斗地点的权利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们也不会担心我可能通报给官方组织或者其他想黑吃黑的非凡者。当然，如果实在信任不过，可以再来一次公证。”克莱恩沉静的想到。沙伦那双蔚蓝色的眼眸看了他足足好几秒，然后才开口道：“回去准备一份贝克兰德的地图，展开在茶几上，没有问题。希望这次的合作不仅顺利，而且愉快。”克莱恩习惯性往前探掌，要与对方握一握手。沙伦低头看了一眼，身影逐渐虚幻，消失在了空气里。克莱恩顺势上抬右手，理了理黑色的头发，干笑了一声。他刚才问预定的战斗地点，不仅是要为任务做准备，也是在提防沙伦或马里奇。虽然对方的理念是压抑和节制欲望，正常不会过河拆桥，但克莱恩没法肯定怨魂史蒂夫、活尸杰森和狼人泰尔身上不存在他们异常渴望的东西。万一真的出现了正常非凡者都会起强烈歹心的宝物，面对两位异种，克莱恩真不敢保证他们一定能控制得住自己，所以他必须提前摸清楚环境，预留好对方选择杀人灭口时的逃跑途径。这并非克莱恩不信任已经共过患难的沙伦，这属于最基本的自我保护。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克莱恩扭头望向窗外，在心里用中文叹息了一声。一根根煤气路灯不断后掠，街道愈发宽敞和整洁。他用了大半个小时，花费3苏勒车资，终于回到了明斯克街。这个点坐马车真贵。克莱恩抬头望了眼近乎全黑的天空和隐约穿透云层的红月，他往前走了一阵，忽然发现于尔根律师家没有灯光，一片净黑。掏出金壳怀表，按开看了一眼，克莱恩低笑一声，转弯来到于尔根的门口，用他给予的钥匙打开了大门。而这个时候，黑猫布罗迪已安静地蹲在了门后，拿一双碧绿浑圆的眼睛望着来访者。屋内黑暗无声，孤单寂寥。克莱恩蹲了下去，试图摸一摸布罗迪的脑袋，结果对方敏捷后移，一脸嫌弃地甩开了他的手。他摇头失笑，起身打开阀门，点亮煤气灯，按照于尔根律师的描述，到橱柜那里翻找出了预备好的食材。接着他进入厨房，点火烧水，准备给布罗迪做他爱吃的水煮鸡胸肉。而那只黑猫跟了进来，敏捷一跃就上了琉璃台，蹲在旁边，不叫不闹的旁观着克莱恩忙碌。克莱恩瞄了他一眼，便在脑海内预演着等下怎么撕扯鸡胸肉，边聊天般的对黑猫布罗迪道：“你肯定很想念多丽丝太太吧？是不是很担心她的状况？于尔根律师今天没有回家，你自己一只喵是不是很孤单，很难受，觉得没有归宿感，觉得很累很疲惫？”说着说着，克莱恩声音渐低，渐至无声。黑猫布罗迪依然蹲在那里，安静的看着他，没有闹，也没有叫。诺玛夫人的家里，奥黛丽应约来参加下午茶活动。他们就是我说的神秘学专家。诺玛夫人热情的为尊贵的宾客做介绍。这位是希尔伯特·阿卢卡尔德先生，他是一位心理学家，同时也是珠宝设计师，才华非常出众。这位是伊斯兰特·奥西斯莱卡小姐，她是精神领域的医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理医生。希尔伯特·阿卢卡尔德是位40来岁的男子，似乎有几分南大陆血统，肤色偏棕。他褐发蓝眼，五官轮廓不算出色，给人一种沉默内敛的感觉。伊斯兰特·奥西斯莱卡是位娃娃脸女士，明明已经是心理医生，看起来却像还在公学或文法学校念书的少女。她有一头及至腰间的乌黑长发和一双湖水般的蓝色眼眸，个子比奥黛丽矮了3-4厘米。奥黛丽和对方寒暄了几句后，坐了下来，敏锐发现阿卢卡尔德和伊斯兰特在观察自己。他没有运用本身的读心者能力，而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主动挑起了神秘学领域的话题，并时刻注意着自身的情绪是否处于最符合逻辑的状态，不能让他们发现我已经是非凡者，已经服侍过观众和读心者魔药。奥黛丽非常清楚自己今天该扮演什么角色，和沉默的阿卢卡尔德不同，伊斯兰特属于健谈类型，聊了几句，他便开口问道：“你知道大年和大月吗？”“不，
我没听说过奥黛丽谨慎的用在神秘学爱好者圈子里接触到的那些知识给予回答，而实际上，我已经从倒吊人先生那里弄清楚了什么是大年，什么是大月。他含笑在心里补充了一句：大年是指我们所在的这个星球自转轴偏移一圈所需的年数，总计25920年。在神秘学领域，这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从开始到终结。而大月是指这种偏移经过12星座之一的年数，每一个大月2160年。当大月交替，可怕的灾难就会降临。根据测算，我们距离目前这个大月结束已经没有多少年了。伊斯兰特侃侃而谈，让气氛始终处于融洽的状态。奥黛丽掩饰着自身其实懂得不少的事实，时不时用好奇的口吻问出错误的问题。就这样，美好的下午茶时光飞快流逝。阿卢卡尔德和伊斯兰特同时起身告辞，离开了诺玛夫人的家。这让奥黛丽颇感失望，她还以为对方最后会暗示一下心理炼金会方面的事情，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作为一个隐秘的不能曝光的组织，对预备成员的考察不是这么简单和直接的。看来至少还得接触几次，并暗中观察一阵，他们才能决定是否要对我透露信息，拉我入会。这样也好，我正好先给愚者先生报备一下。奥黛丽很快就想明白了原因，她跟着提出告辞，而诺玛夫人将她送至门口后，微笑说了一句：奥黛丽，我看你对心理学方面的事情也很感兴趣啊，为什么不考虑在结婚之前试着做一做心理医生？霍尔伯爵和夫人都是女神的信徒，应该会支持你做类似的事情。贵族之间，如果不是遇到财政危机等特殊状况，达成婚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经过严格的考量和比较，他们才能做出决定，因为这不仅仅是两个年轻人的事情，还涉及家族的联盟和互助。所以，虽然贵族女性过了18岁就能于王后引领下正式进入社交场合，宣告自身成年，可以考虑婚姻了，但根据统计，他们组建家庭往往在26岁之后。同样的，会进入军队、进入政坛的贵族男性初次结婚的平均年龄是28.5岁。也就是说，奥黛丽在成年后大概有8年的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黑夜女神教会一直鼓励女性信徒出去工作，从事一定的职业，在贵族圈子里，不少小姐和女士因此成为了文艺评论家、音乐家、钢琴师、画家等等等等。这是试探吗？奥黛丽浅笑回应道。那我还需要阅读更多的书籍。她其实一直觉得心理炼金会的人做心理医生或者心理学专家不太安全，因为职业者、代法者等官方组织的高层应该知道扮演法，对这个群体肯定有更多的关注。诺玛夫人对他的回答似乎较为满意，颔首微笑道：伊斯兰特和阿卢卡尔德都是不错的教师，也许我可以考虑请伊斯兰特小姐担任我的心理学家庭教师。奥黛丽乖巧点头道。周日清晨，克莱恩起床之后，发现客厅茶几上的贝克兰德地图被圈出了好几个地方，而他们相距都不太远。于是他按照提示，用了1上午的时间，仔仔细细熟悉了周边环境，摸清楚了具体有哪些建筑，最近的教堂在哪里。下午，重新变得空闲的他又一次前往克拉格俱乐部，准备练习枪法和非凡能力。他刚进入大厅，就看见杵着拐杖的外科医生艾伦·克瑞斯慢慢从自助餐厅出来。打了声招呼之后，他关心地问道：艾伦，最近怎么样？运势变好了吗？长相天生冷淡的艾伦脸上露出了由衷的笑容，至少不那么倒霉了。我按照你的提议去了教堂，将事情告诉了主教，他让我直接去告解室向女神祈求。祈求之中，我竟然睡着了，但我似乎感觉到女神有赐予我安宁平静的状态。从那之后，我的运势就正常了。赞美女神。她在胸口画出了一个绯红之月。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某位序列期的梦魇让你进入了沉眠，然后擅长仪式的职业者迅速布置好祭台，向女神祈求，中和了你的倒霉。克莱恩上翘嘴角道：这真是太好了。这时，艾伦看了他一眼道：夏洛克，我一直觉得你对蒸汽与机械之神的信仰不够虔诚，为什么不改信呢？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在这里，信仰女神吧。第127章，过去。这不是在为难我吗？听见艾伦的请求，克莱恩险些顺手在胸前画了个绯红之月，但最终还是忍住了这个冲动，非常严肃地回应起对方：或许我的某些表现让你产生了误解，但我必须告诉你，
信仰是一件决定了就不会更改的事情。艾伦顿时抬起双臂，做出抱歉的手势。对不起，是我误会了你的虔诚，我不该拿你的信仰开玩笑。好的，信仰的不同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克莱恩收起刚才伪装出来的表情，笑笑道。这句话在福萨克和费内波特是不成立的，他们只能接受一种信仰。相比较而言，由于多个教会并存了1400年以上，鲁恩和英蒂斯在这方面要开放很多。不等艾伦回答，他故作随意的转移了话题。你后来还见过威尔昂塞汀吗？就是那个被锯断了一条腿，说你运气会变差的孩子。他相信职业者肯定会顺着艾伦提供的线索查过去，所以有些好奇结局是什么。好奇改变了艾伦运势的是那个孩子，还是他手中的塔罗牌？没有，自从他出院，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艾伦肯定的摇了摇头。真是遗憾啊，职业者可以根据医院登记的地址找过去，而我却不能贸然插手。当然，那个孩子说不定早就搬走了。克莱恩与艾伦闲聊了几句后，准备前往地下靶场，用普通子弹熟悉下附赠的那把左轮手枪。这个时候，门口又进来了2位熟人，一个是王国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的委员，考伊姆公司的股东玛丽夫人，一个是克莱恩的房东斯塔林萨莫尔太太。他们都穿着相对轻便的裙子，显得年轻了不少。根据俱乐部的规定，每个会员只能额外带一个人进来，所以玛丽的侍女和专门聘请的保镖都被留在了接待厅。克莱恩礼貌地迎了上去，打了声招呼，客气赞美道：“2位女士，你们今天一如既往的美丽，但却是不同于平时的美丽。最近接触了不少大人物的玛丽微微一笑道。罗塞尔说过，生命在于运动，而斯塔林总是待在家里，处理那些琐事，就算外出，也只是参加宴会，听听歌剧，身体比以前差了很多。所以我带他来打打网球和壁球。”颧骨较高的他目光一转，看见一位下院议员和2位贝克兰德大区的议员在角落聊天，于是侧头对斯塔林道：“我遇到熟人了，过去打声招呼，你可以去图书馆等我。”好的。比起玛丽，斯塔林明显漂亮了不少，但面对那位女士，他却显得相当恭敬和温驯。等到玛丽走出一段距离，他微抬起下巴，看着克莱恩道：“莫里亚蒂先生，你最近好像很忙。”是的，我之前在和很多侦探合作，帮助警察部门调查那起连环杀人案，我们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得到了不少赏金。克莱恩如实回答。斯塔林伸手掩了下嘴巴道：“真的吗？那个凶手长什么样子？他为什么要杀害那些女士？报纸上介绍的非常含糊，很抱歉，我必须遵守保密条款。”克莱恩熟练的找了个借口：“总不能告诉你，他长了一身的黑色皮毛，有根水润光滑的尾巴，喜欢4肢着地的奔跑。”克莱恩在心里吐槽了一句。斯塔林略感遗憾的点了点头，接着颇为好奇的问道：“那你获得了多少赏金？”“我们很多人一起瓜分的。”克莱恩没正面回答。“有没有50磅？”斯塔林追问了一句。“有。”克莱恩诚实颔首。斯塔林萨莫尔顿时露出了笑容：“你比我想象的收入要高，你真是位有能力的侦探。”“不，这种事情几年都未必有一件。”克莱恩笑着摇头。“不管怎么样，你都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斯塔林眼眸一转道：“下个周日，我和卢克会在家里举行宴会，希望你能来参加。”“抱歉，这很冒昧。之后我会让我的女仆把请帖送到你的手中。”“呵呵，这场宴会有不少未婚的小姐出席，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都有着相对体面的工作，家庭年收入全部在200磅以上。他们有的还兼职了可以在家做的职业，比如打字员。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女性。这是相亲宴会啊。”斯塔林太太认可了我作为侦探的赚钱能力，所以打算给单身的我介绍女孩。不过在他的眼里，我就只能配这个层次的女性。克莱恩瞬间闪过了诸多想法，但考虑到维护邻里关系的需要，以及自己准备晚餐的麻烦，于是含笑答应了下来。“如果没有紧急情况，我会准时参加的。”斯塔林展颜一笑道。“那我和卢克恭候你的来访。”他不再啰嗦，告辞离开，进入了俱乐部的那个小图书馆里，而克莱恩则按部就班的在一个封闭的小靶场内练枪练非凡能力。夜里9点，克莱恩坐在书桌前，看着半空的绯红之月逐渐穿透云层，展露出不再有缺的身影。如水般的淡红薄纱缓缓荡开，时间1分1秒流逝，等到10点过1刻，他听到了虚幻层叠的祈求声。不需要分辨，克莱恩就能猜到，这应该是来自魔术师小姐的求救。
他唰的合拢窗帘，熄灭灯火，逆走4步，进入灰雾之上，伸手触碰象征不断收缩和膨胀的深红星辰。瞬息之间，福尔斯朦胧模糊的身影出现在了背后符号室层层叠叠之门的椅子上。他舒了口气，起身行礼道：“尊敬的愚者先生，您又救了我一次，这并不是什么需要在意的事情。”克莱恩用云很淡风很轻的口吻回应道。福尔斯暗自啧舌，重新坐了下来。他思考着刚才的事情，一时没有开口，而克莱恩为了维持形象，也未主动抛出话题。巨人居所般的巍峨宫殿内，沉默迅速变成了主旋律。等到福尔斯回神，他突然觉得这种气氛有些压抑，让人不太自在。聚会的时候，还有正义小姐和世界先生他们，不怕没人说话，而现在只有我和愚者先生，怎么办？感觉压力好大。我得说点什么，必须得说点什么，不能就这样傻瓜般的坐着。那可是愚者先生，他肯定不会在意什么，但我很紧张，很拘束啊。福尔斯忽然找回了刚进入职场时和顶头上司单独相处的感觉。克莱恩虽然不是观众，但也明显看出了魔术师小姐的拘谨和不安，于是笑笑道：“也许你可以讲一讲你是怎么成为非凡者的，比如怎么得到学徒配方和那串手链的。”克莱恩默默补充着问题的真正指向。福尔斯放松了一点，回忆着道：“那是快3年前的事情了。我刚从贝克兰德医学院毕业，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进入了一家待遇很不错的私人诊所。我的父亲已经定居在东拜朗，自从通往南大陆的安全航道被发现，王国的优秀年轻人就开始将足迹撒向那里的每一个角落。我的父亲作为一名底层军官，去了东拜朗，追逐着财富和权势，而我和我的母亲被留在贝克兰德，过着丧偶丧父般的生活。好几个月才有船只从远方带来一封信，这种情况在王国并不少见。我认识一位老先生，他有5个孩子，但要么在群岛，要么在西拜朗，在帕斯河谷，在哈加提草原，他们拥有了自己的事业，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和财富，却遗忘了还有位父亲始终等待着他们归来。在我读文法学校的时候，我的母亲染上了重病，我没有办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在医院的床上，而我的父亲隔了1个月才回我的信，告诉我他在东拜朗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并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他将贝克兰德的财产全部给予了我，额外还给了我一些钱。我想他应该是有些愧疚的，作为一名畅销小说作家。福尔斯已经熟练的掌握了东拉西扯这个技能。克莱恩闲着没事，安静旁听，未曾插言。福尔斯吐了口气，继续说道：“总之，我父亲通过退役军官俱乐部将我介绍入了尤瑟夫诊所，那里的薪水确实很丰厚，我过得还算不错，只是对未来有点焦虑，所以我一直努力的跟着那些资深医生们学习，努力的攒钱，直到遇见了一位经常来看病的老太太。她很孤独，没有孩子，伴侣在10年前也去世了。我有些同情她，经常会和她说话，陪她聊天。有一次，我惊讶的发现她竟然能穿过墙壁，这让我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那位老太太说这是她先生给她的遗留，她隐约提到只要不是什么家族的人，好像就不会有诅咒。没过多久，她病重到即将逝去，她问我是否愿意成为她那样的人。我当时很年轻，脑袋里还有不少幻想，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她给了我配方，并让我在她死后看守她的尸体，取走会突然出现的发光物品，而这就是她给我的遗留，可以作为魔药的主材料。另外，她还给了我这条手链，叮嘱我不到最危险的时候不要使用它，同时也不要太在意满月的抑郁。可惜的是，我终究没能避开危难，使用了一次，满月的抑郁随之严重。看来那是某位亚伯拉罕的遗孀啊。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诅咒只存在于血脉里。克莱恩轻轻颔首道：“等你成为高序列强者，那抑郁就不会有太大作用了。希望如此。”福尔斯虽然不相信自己能成为高序列强者，但他相信愚者先生。又是周一，克莱恩刚起床下楼，就在客厅的茶几上看见了一张摊开的纸，上面书写着简短的内容：有效那就好。克莱恩顿时松了口气。到了下午2点45分，他准时进入灰雾之上，筹备起新一次塔罗会。第128章，单独的交流。眼前石柱耸立，支撑着高高的穹顶，斑驳而古老的长桌则仿佛从几百上千年前就安放在了这里。奥黛丽·霍尔虽然已见过这幕场景多次，但只要来到灰雾之上，他依然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震撼之情在缓缓回荡。他余光一扫，没看见新的成员，
旋即望向上首，对笼罩着浓郁灰雾的召集者行礼道：“下午好，愚者先生。”说话的同时，他忽然看到愚者右手边的桌面上盖着一张背后花纹繁复而华丽的纸牌，他就那样静静的、随意的、普通物品般的放置着。这是那张亵渎纸牌，藏着一条神之途径的亵渎纸牌。奥黛丽瞬间明悟，在愚者颔首回应后，下意识瞄了倒吊人太阳和魔术师一眼，发现他们同样注意到了那张以往并不存在的纸牌。不过，他们的眼神和动作都展露出了他们的疑惑和惊讶，以及不可避免的猜测。毕竟能被神秘莫测、高高在上的愚者先生放在手边的纸牌，绝对不可能是普通物品。世界先生的反应有些奇怪，他根本没往那里瞧。他是隐藏的太好了吗？他真是观众和读心者的克星。奥黛丽迅速判断出亵渎之牌的事情，除了愚者先生，这里只有自己清楚，这让他颇为骄傲，有种小时候和父母共享了一个秘密，两个哥哥却不知道的感觉。那可是罗塞尔大帝制作的亵渎纸牌，神秘世界里被无数非凡者幻想着的宝物。奥黛丽在魔术师太阳等人问好后，主动举了下手道：“尊敬的愚者先生，我有事情想单独向您汇报。”单独汇报。倒吊人阿尔杰微微皱眉，下意识猜测起内容，但却毫无头绪。太阳戴里克等人同样好奇，可并不是太在意。克莱恩轻轻颔首道：“可以坦白的讲，他也不清楚正义小姐要汇报什么。”等待了2秒，他屏蔽掉其余成员的感官，并向正义做出提示。奥黛丽坐姿端庄，态度诚恳的说道：“愚者先生，因为我在一个非凡者聚会上求购观众配方，最近有2位疑似心理炼金会成员的人在通过某些贵族接触我倾向于加入他们，但前提是能保证自身的安全。对此，您的意见呢？”“我非常重视这一点。心理炼金会从种种资料显示，这算是一个不怎么邪恶的组织，他们目前可能还没有信仰的神灵，以对心灵、意识、精神、灵性的探索与研究为主旨，更贴近于学术互助会。当然，在正统教会眼里，这也属于亵渎，他们认为每个人的灵都应该归属于神。另外，据达斯特·古德里安讲，心理炼金会的高层存在一定的倾向，那就是对最初的造物主、创造一切的神有某种程度上的崇拜，较为原始的崇拜。”克莱恩瞬间闪过了诸多念头，最终却只是微笑道：“你觉得合适，你就可以去做。如果遇到困难，可以在塔罗会上寻求帮助。谢谢您的建议。”奥黛丽顿时倍感轻松。克莱恩想了想，用一种很平淡很悠然的口吻补充道：“在心理炼金会内部，有一些教会安插进去的人，比如带法者的线人、职业者的线人，你要懂得隐藏和掩饰自身。愚者先生真好，还专门提醒我小心。”奥黛丽微弯眼睛，笑容浅浅的回应道：“以后心理炼金会内部也将有塔罗会的线人。正义小姐，你都还没有加入，就想好要怎么背叛了啊？”克莱恩默默为心理炼金会画了个无形的绯红之月。汇报完心理炼金会的事情，奥黛丽没急着结束单独交流，转而开口道：“愚者先生，我又记住了2页罗塞尔日记，这也是他请求单独交流的原因。要是在魔术师福尔斯的见证下，具现出罗塞尔日记给予愚者先生，那他可以想象得到，回去之后，对方立刻会来向他借以前买的那些罗塞尔笔记，而女神可以证明，那都是愚者先生看过的。之前忘记了，这2天就找机会告诉福尔斯，我买的那些罗塞尔笔记被苏茜咬坏了，咬坏了，变成碎片了，无法复原了。对不起，苏茜。”奥黛丽在心里忏悔了一句。很好。克莱恩欣慰地敲了下青铜长桌边缘，帮助正义小姐具现出了日记。等2页纸张到手，目光投射而去，他的笑容渐渐僵硬。日记的第1行写道：“3月6日，妈蛋，这里的食物吃得我快便秘了。这是我在罗塞尔纪念展上看过的。”克莱恩掩饰住表情，翻到第2页，发现内容依然是罗塞尔穿越早期的各种抱怨和各种新奇体验，没什么实际的价值。他控制住表情，露出微笑道：“你是希望从尚未支付的金镑里扣除报酬，还是额外得到些什么？”奥黛丽根本没有犹豫，直接开口道：“愚者先生，我想知道那张亵渎纸牌蕴藏的是哪条神之途径。”真是金钱为粪土啊！克莱恩无声感叹了一句，未作隐瞒的笑道：“那是一张黑皇帝牌，对应的序列9是律师。”这样啊。获得了答案的奥黛丽只觉自己异常满足。
单独的交流到此结束，魔术师福尔斯迫不及待就望向最下方的世界。世界先生，我会尽快为你搜集到太阳领域的神奇物品或强力非凡武器。你们私下达成了什么交易？自觉和福尔斯很熟，却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正义奥黛丽忍不住开口问道。福尔斯吐了口气道：世界先生帮我找到了戏法大师的配方，世界先生找配方的能力很强啊，他在这个领域有广泛的可靠的资源和人脉。奥黛丽听得一阵诧异，倒吊人阿尔杰则掩盖住郑重的表情，再次审视起世界，调高了对他的评估。而太阳戴里克却颇为期待，他希望自己消化完奇光人魔药后，世界先生也能轻松找来序列7太阳神官的配方。对一道道目光毫无察觉的世界嘶哑着笑了2声道：魔术师小姐，你购买之前最好诵念愚者先生的尊名，请他把相应的消息转递给我。我已经请求过愚者先生，他答应会帮助我们。如果你看中的物品不是我满意的，也许我会考虑换另外的要求。在太阳领域的物品上，克莱恩目前有3个备选方案，所以他打算比较之后再敲定。其中已知的是智慧之眼老先生提过的胸针拥有净化驱邪的效果，并能让佩戴者使用部分太阳领域的法术，负面影响则是让人感觉不到凉爽，始终处于燥热烦乱的状态里。克莱恩对这件神奇物品只是觉得还行，加上价格可能接近2000镑，当时的他即使卖掉贿赂者配方也凑不出来，所以打算先观望几天。如果魔术师和那位背后有工匠的女士未能找到更好的，他就变现配方，买下胸针。好的，不超过明天我就会给你信息。福尔斯已经确认 A 先生将于今晚召开聚会，但还是多预留了1天的额外时间防备意外。他们交谈完毕后，倒吊人阿尔杰环顾一圈，早已打好副稿般的说道：我最近接了一个调查任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相应的线索。这2-3年来，在南大陆不少原住民部落被劫掠一空，所有人都被绑走了。在各个种植园，在海上的群岛，奴隶们也奇怪的逃亡了一些。北大陆诸国废除奴隶贸易后，这样的事情已经许久没有发生过了。你们有听到相应的风声吗？他的目光扫过了正义魔术师和世界，却未看太阳。身在白银城，困于神器之地的少年哪可能知道外界的事情？正义奥黛丽仔细回忆着平时在贵族聚会上听到的只言片语，过了一阵道：没有，我甚至没听说过类似的事情。魔术师福尔斯和世界跟着摇了摇头。黑市奴隶贸易再次兴旺的表现，哪里又需要大量的奴隶了？克莱恩坐在青铜长桌最上手，疑惑的思考起这件事情。见没谁能提供线索，愚者先生则毫无兴趣，没有插言。倒吊人阿尔杰表情不变的转而说道：你们可以尝试着搜集风卷者的配方了，我会给予你们绝对满意的报酬。风卷者配方，他这是快消化完航海家魔药了。克莱恩开启灵视，扫了倒吊人一眼，果然发现对方心灵体表层的颜色不仅以纯粹的像是蔚蓝的大海，而且还有了些许涟漪，似乎正在缓缓起伏。算下来，倒吊人先生用了接近4个月才消化掉航海家魔药，他可是经常在海上的。奥黛丽也根据观察到的现象做出了判断，福尔斯则更注意另外一点，那就是倒吊人先生目前应该是序列7，一位中序列的非凡者。他微不可见地点头自语道。等倒吊人颁布完任务，太阳戴里克举了下手，有点忐忑的发言道：我被安排了一个任务，将于短期内去之前提到过的那个半毁灭神庙做探索。就是堕落造物主那个。负责这次行动的首领是牧羊人洛维亚长老，你们有什么建议吗？第129章，老油条阿尔杰。建议，我的建议是有多远躲多远，以稳为主。听到太阳的问题，克莱恩第一时间就在心里给出了回答。不过，为了维护愚者的形象，并看一看其他人会提出什么不同的建议，他保持住了沉默，也为操纵世界开口。短暂的安静后，倒吊人阿尔杰侧头望向太阳，低沉平缓的说道：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我们很难给出有用的意见。我们并不清楚那座半毁的神庙内除了真实造物主，也就是堕落造物主的奇特塑像，还存在些什么，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分析相应的情况。堕落造物主确实是真实造物主啊，太阳生活的白银城竟然也有真实造物主的信仰，而且还修建了神庙。魔术师福尔斯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就差拿个本子记下来。正义奥黛丽则期待起太阳对那座奇怪神庙的具体描述。戴里克点了下头，眼睛微微上看了几秒，道：除了神像，
那里还有不少残缺的壁画，徘徊着可怕的恶灵。不过，这已经被6人议事团的2位长老率领探索队除掉了。那些壁画我并没有亲眼看见，据说记载着末日来临和堕落造物主拯救信徒的预言，以及相应的血腥祭祀仪式。在某幅壁画的角落，有巨人语演变出来的奇特文字，经过大致的破解，几位长老认为他们的意思是救赎蔷薇，这或许是当初壁画创作者的代号，也可能是修建那座神庙和所在城邦的组织名称。据首席判断，这些壁画至少有1000年的历史，我是指你们认知里的1000年，但我不敢完全肯定。在白银城，我们以闪电多而频繁的阶段为白日，少而舒缓的时候为夜晚，一个循环为1天，而4季只存在于书本上，所以我们没法把握具体的天数，只有首席能够确认。太阳说到这里，福尔斯简直怀疑自己在听故事。一个没有太阳、没有红月、没有昼夜之分、没有4季变化的城市，怎么听都不真实。只有童话，只有小说里才敢这样描写，而且还必须作者吸食了大麻，处于精神抽搐癫狂般的状态，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城市。福尔斯惊讶愕然之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以白银城为蓝本写一部小说。不过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他不清楚白银城究竟意味着什么，不知道它是否属于7大教会共同保守的秘密，害怕书刚一出版，作者本人就被职业者代罚者他们上门收取瓦斯计废器里沉淀的铜便士。原来白银城的环境是这个样子。还有太阳总是提到的黑暗深处的怪物。可惜我还只有序列8，否则真想请愚者先生送我去那里做一次冒险。不行，奥黛丽，你已经不是天真烂漫的少女了，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里面蕴藏着多么大的危险。正义奥黛丽时而放飞思绪，时而自我检讨。至少1000年，极光会出现不超过300年，甚至可能不到200年，这应该不是他们修建的。也许真实造物主的信仰在第5季早期，甚至第4季就有了，只不过那个时候侍奉他的组织并不是极光会。之后的1-2千年里，在7大教会的极力打压下，真实造物主的信徒们屡次陷入危机，教派一次次覆灭，最终死灰复燃。为了极光会，有所猜测的克莱恩让自己的坐姿和状态未做任何改变。太阳代理克顿了2秒，继续说道，城邦废墟和那座半毁神庙里的可怕怪物已经初步清理完毕，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探索神庙的地下部分，你们有什么建议吗？以你们对堕落造物主的了解，我应该注意些什么？我的建议，倒吊人阿尔杰几乎没做犹豫就说道，我的建议是绝对不要去。堕落造物主是真正的邪神，他的神庙即使已经被摧毁，也很可能还藏着让人难以察觉异常诡异的危险。如果这次带队的是6人议事团其他长老，你一定要去也不是不可以，只是风险很高。但你刚才说了，负责这件事情的是牧羊人洛威亚，而真实造物主就是这条非凡途径顶端的神灵，所以绝对不能去。阿尔杰补充解释道，你的建议和我一样，不过这样的建议完全不需要太阳描述那座半毁神庙的情况啊，从最开始给出的条件就能得出结论了。我明白了，倒吊人先生，你是故意的。这样一来，你什么代价都没付出，就大致弄清楚了那座半毁神庙的状况，简直是在欺负小孩子嘛。坐在最上手的愚者克莱恩悠然地伸手扶住额头。太阳沉默了几秒，为难地说道，可是任务是必须接受的。倒吊人低笑道，没有什么是必须的，这个任务之前，你是否还会参与巡逻？找个机会，故意让怪物把自己弄伤，具体的尺度你可以参考白银城过去的失利。这个瞬间，正义奥黛丽从太阳的眼神和动作里读出了一条信息，这样也行。短暂的惊讶和迷茫之后，戴里克微皱眉头道，可是我最近没有巡逻任务。倒吊人阿尔杰呵了一声，你可以假装自己接近失控，不，准确的说法是把自己弄到接近失控。这种情况下，我想白银城的高层肯定不会带一个随时会爆发的危险物品去做探索吧。这有个技巧，你只要连续2天始终让自己的灵性处于较为干涸的状态，你就能产生幻听，出现失控的征兆，而之后不继续压榨的话，1周内情况就会好转，不会真正失控。当然，你们白银城肯定有救治失控前兆者的办法和措施，恢复应该会更快，所以你要估计好时间，最好是出发前2-3天开始。太阳戴里克听得一愣，好半天才喃喃自语道，是的，出现失控前兆的人会被控制起来，会被隔离在圆塔的地底，
接受药物、仪式和神奇物品的治疗，如果情况较轻，只用服食药剂。哎，一个老实诚恳的好孩子就这样被一根老油条给毒害了。不过，倒吊人先生，你为什么会知道让自己接近失控的技巧？这种技巧经常使用的话，失控说不定会真的降临。克莱恩暗自在心里叹了口气。正义奥黛丽也是听得目瞪口呆，觉得自己又好好上了一课。见太阳还有点犹豫，似乎不想欺骗白银城的长老们，倒吊人阿尔杰低缓问道：六人议事团其他长老知道堕落造物主掌握着牧羊人途径吗？不知道。太阳戴里克诚实摇头。阿尔杰再次发问：你觉得牧羊人洛维亚长老有可能会对白银城造成危害吗？只用回答是或者否，不要解释。是戴里克最终还是无法欺骗自己。阿尔杰轻笑了一声道：所以你是唯一知道这件事情，却暂时找不到办法提醒六人议事团其他长老的人，对吧？戴里克的神情逐渐变得凝重。阿尔杰改变了下坐姿，往后微靠道：那个任务的风险极大，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如果你死在了那座半毁的神庙里，谁还能想办法揭露牧羊人洛威亚的古怪？谁还能让白银城免于灾难？堕落造物主可是一位真正的邪神，你不是因为自私才假装失控，欺骗其他人，你是为了拯救白银城。你的荣誉和他相比，谁更重要？太阳戴里克咬了咬牙，郑重点头道：我明白了，谢谢你。倒吊人先生正义奥黛丽和魔术师福尔斯顿时都有了以手掩面的冲动，真是一个好忽悠的孩子啊。不过这样也好，避免了塔罗会在近期失去成员。克莱恩无声叹息，操纵着世界道：我有一个问题想询问太阳先生，这可能涉及交易，我请求单独交流。克莱恩忙又切换回自己，淡漠颔首道：可以等到魔术师他们被屏蔽。世界望向太阳道：白银城是否有去除非凡特性里邪神精神污染的办法？这是克莱恩前面几次就想问的事情，但考虑到正义他们说不定也会感兴趣。而在太阳无法回答且涉及邪神的情况下，所有的目光都将投向神灵般的愚者先生。他又克制住了冲动，直到从正义小姐那里获得启示，想出了单独交流这个办法。我们没有遇到过邪神，太阳戴里克诚恳回答道，我们只有分离非凡特性里失控者精神污染的办法，就是这个。这个也许可以，毕竟我有灰雾。克莱恩按捺住喜悦，让世界开口道：你需要什么报酬？这不是报酬的问题。太阳摇头道：那个办法和相应的知识至少得巡逻队队长，甚至探索队队长这个层次的强者才有资格接触，前者需要序列7，后者最低要求序列6呼。克莱恩叹了口气，让世界嘶哑着说道：希望你能尽早拥有资格。第130章各自。世界和太阳单独交流完毕后，这次的塔罗聚会进入了自由聊天环节。正义奥黛丽饶有兴致地询问起大海上的独特风景和奇闻异事，倒吊人阿尔杰则根据自身的见识，有选择地做着描述。魔术师福尔斯安静旁听，逐渐有了灵感，想写一本关于海盗王的小说，写他俘虏了一位女性乘客，并与对方发生了一段爱恨交织、奇幻与现实共存的故事。太阳戴里克则只能根据白银城收藏的画作和相应的文字讲解，想象大海究竟是什么样子。到了最后，灵性逐渐枯竭的克莱恩宣布本次塔罗聚会结束，并飞快返回现实世界，补了个午觉。晚上7点30分，皇后区看似属于某位贵族的房屋内，福尔斯套上戴兜帽的长袍，时隔许多天后再次参与了 A 先生组织的那个聚会。他安静坐在角落，假作随意的环视了一圈，发现独坐单人沙发的 A 先生与以往相比似乎有了点不同。这并非容貌和气质上的改变，因为对方的脸孔完全隐藏在了兜帽阴影里，福尔斯根本看不清楚。他觉得不同只是一种近乎直觉的感受。A 先生不再像之前那么悠闲淡漠，总是以一种俯视般的态度看着大家。如今的他似乎很压抑，努力的在控制着什么，给人的危险预期直线上升。过去的 A 先生是一座大山，现在的他更接近于直起身体，吐出了星子的毒蛇。畅销小说作家福尔斯忽然庆幸自己为了隐瞒塔罗会的事情，为了不让修知道自己在求购太阳领域的物品，没有找他一起过来。这样就算真出现什么意外变化，我逃走的行动也会简单很多。福尔斯转了下只剩2枚石头的手链，他没急着将自身的需求写成纸条给予逝者，而是先耐心旁观了一阵。
这并非他天生谨慎，而是过去的几次教训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手链上的石头只剩2枚，就是证据。等待了10几分钟，他终于拿起面前的纸张和钢笔，用刻意扭曲过的笔记写道：求购太阳领域的神奇物品或强力非凡武器。将纸条交给侍者后，福尔斯再次环视了一圈，但没法从诸多做了伪装或掩饰的人影里找到上次帮忙举行净化和驱邪仪式的那位永恒烈阳信徒。一桩桩交易在侍者来往穿梭间发酵着酝酿着，整个大厅安静而有序。经过中间的讨论交流环节后，福尔斯的需求被添加到了最前方的2块黑板上。没过多久，他收到了侍者带来的回复。一张不大的白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单词：神奇物品，光之环戒指，它能让佩戴者成为光的使者。太阳的侍从，免疫诸多疾病，掌握神圣之力，佩戴者能召唤耀眼光束，能使用不少太阳领域的法术，能净化50米范围内的死灵，是这类生物的克星。通过这枚戒指，佩戴者认可的将获得提高，不赞成的将受到削弱。它唯一的问题是，佩戴者如果频繁使用，将逐渐变成永恒烈阳的信徒，慢慢的发自内心的遵守教义，赞美太阳。如果希望得到，那请一次支付9000磅现金。我可以等你筹集9000磅。福尔斯张了张嘴巴，简直有种对方在抢劫的感觉。这是他就算找人拆借都借不到的巨额财富。除开刺杀英蒂斯大使的那些定金，到现在为止，他见过的所有钱加起来也没这么多。拥有9000磅现金的人，哪怕在贝克兰德，也绝对算得上富翁。虽然我知道神奇物品都很昂贵，但没想过能昂贵到这种程度。这是想拿到9000磅就不再参与非凡者聚会，退出这个圈子，安心享受生活。福尔斯悄然吸了口气，短暂没敢回应对方。他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的旁听了近10分钟，但未等到别的回应，未等到相对便宜很多的非凡武器，只好起身前往盥洗室。确认四下无人后，他合拢侧门，坐到马桶上，诵念起愚者先生的尊名，将刚才发生的事情以祈祷的形式告诉了对方，并请他转达给世界。无边无际的灰白雾气之上，听见了虚幻层叠声音的克莱恩迅速进入，初步掌握了情况。9000磅，他默念着这个数字，表情略微扭曲了一下。无声盘算完短期内能筹到的钱后，他吐了口气，具现出假人世界，操纵他给予回应。这件神奇物品的负面问题太严重了，我并不想成为太阳的信徒，你不用再操心这件事情。我们改用现金交易，支付450磅，戏法大师的配方就是你的了。话音刚落，联系就已中断。克莱恩看着世界消失，抬手揉了揉额头，自言自语般道：接下来就要看那位野蛮人女士能搜集到什么物品的线索了，否则只能找智慧之眼老先生购买那枚胸针。盥洗室内，福尔斯松了口气，表示回去后就尽快举行献祭仪式。可惜啊，暂时还不知道配方，否则就能趁机看一看这里有没有我需要的非凡材料。他回到大厅，目光专注地扫过2块黑板上的信息。他未回应之前那张纸条，甚至没考虑过讲价的问题，因为就算能让对方便宜1000磅，他也没钱买，周转不开。而更为关键的是，他感觉世界先生似乎也负担不起。一直旁观到结束，由于 A 先生的变化，他没多做停留，没和人交谈，迅速就离开了这栋房屋。过了10几分钟，聚会彻底结束，只剩下 A 先生和他的侍者们。A 先生缓慢站了起来，沿着楼梯往地下室行去。突然，他膝盖一弯，跌倒于地，滚了好几层台阶。他趴在那里，身下的影子飞快赤红，他的血肉随之融化，进入其中，让那影子像是从他身体内分离出来的一个全新的、没有皮肤的怪物般的人。呵呵 ，A 先生的喘息逐渐平复，他紧绷的身体慢慢缓和，而那分离出来的血肉再次流了回去，一切都变得毫无异状。A 先生匍匐前进，跪到了地下室内，又一次哽咽着做出忏悔。忏悔之前的事情出现失误，不够警惕，让主降临之事遭到破坏。白银城戴里克伯格的家中，他绕着桌子沉默地走了好几圈，始终未能下定决心。他的理智告诉他，倒吊人先生的建议是最好的选择，但脑海里却总是会闪现参与这次任务的其他成员的脸孔，觉得自己伪装出失控前兆不去，等于背弃了他们。就没有办法挽救他们吗？我要不要找个机会求见首席，
将那座半毁神庙属于堕落造物主，属于执掌着牧羊人途径的邪神的事情告诉他，让他小心洛维亚长老，更换掉这次任务的负责人。可是我该说从哪里知道的？在他们眼中，愚者先生应该也等同邪神吧？戴里克烦躁地抓了抓自己的头发，飓风之斧摆放在最触手可及的地方，随着窗外每一道闪电的划过，腾起一抹抹微弱的光芒。突然，戴里克停住脚步望向外面一明一暗的环境，望向黑色深处的天空。他仿佛又看见了父母临死前的样子，找回了痛苦刺下直剑的那种感受。这次来不及了，我之后要做好准备，要让发现那是堕落造物主的事情不被怀疑。他表情扭曲了一阵，咬了咬牙齿，小声自语了2句，接着猛地离开窗旁，回到桌边，开始以练习奇光人非凡能力的方式消耗本身灵性，让他飞快接近干涸。霍尔伯爵的豪华别墅内，正值生化室，悠闲涂抹着油彩的奥黛丽听见了一阵有节律的敲门声。贴身女仆安妮开门之后，她发现来者竟然是自己的母亲，伯爵夫人凯特琳。这位夫人虽然已经接近50，但看起来也就30出头，金发碧眼，美艳雍容，足以吸引绝大部分绅士的目光。妈妈，有什么事情吗？奥黛丽放下手中的物品，疑惑地起身问道。伯爵夫人看了眼比自己年轻时候更漂亮的小女儿，笑笑道：我刚参加完晚宴。黛拉夫人说你对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很感兴趣，想请一位家庭教师，是吗？是的，但我还没有最终决定。奥黛丽故作犹豫的回答，就像往常一样。伯爵夫人哪还看不出女儿的心思，微笑道：他推荐了一位叫做伊斯兰特的心理医生，如果你没有问题，我就派人去邀请他，每周2次课，怎么样？您拿主意。奥黛丽笑容一点点绽放道：妈妈，来，坐这里，我正缺一位美丽的模特。周2上午，克莱恩从贝克兰德早报上确定了明晚有智慧之眼老先生召集的那个聚会，他顿时松了口气，不再担心物品是否能赶得上沙伦小姐围杀敌人之事。为了庆祝这个好消息，他决定去克拉格俱乐部休闲一天。